人才会花了钱找顿踹呀。最近公司的00后好像开始步入老龄化了。保洁说我们一天掉的头发都能绑个拖把了，颈椎侧弯了，腰椎强直了，哥们一坐就开始瘫了。姨妈都该2月敲一次门了。你咋了？我不知道。我们是家非常有活力的公司，都是年轻人。看出来了。老板一看我们这状态，感觉都要比他先退休了，然后就开始画饼了，说加班干完这单就带我们去按摩。去，现在去！完事到地儿，他和客户先按上了，还在那跟我们讲解呢，说脚上有反射区，哪里疼就是哪里有问题。没事，疼嘛，干，没感觉。老板说这玩意儿太遭罪了，年轻人受不了。我说没事，我们不按脚了。我们直接上店里最贵的踩背。这项目是真新奇啊！开始之前我还特意问了师傅脚臭不臭，师傅说不臭，都消毒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苏萌主打是一个肠胃不好的人设，我踹的肠胃都蠕动了。当时我就绷不住了。老板一看我面色红润，说换他试一下。我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一动也不敢动啊！我赶紧从包里把善存男士掏出来了。老板们10千紧张。我脚臭了。放假之前我劝他还能冷静点，我都被人送进医院了。那天我去商场买装修礼物，排队付钱的时候，有个人冲过来拿箱子撞我身上，他还嚷着让我赶紧让开，我这暴脾气一下就上来，我给箱子折回来一屁股，我说我就不让，他捂脸了，我问他是不是害臊了，他说不是，你看你屁股。他一说我就感觉有股电流从尾巴根穿头皮上来了，我问他箱子里装的啥呀，他说仙人球。他说刚才抱着的箱子破了，怕扎到人才让我让开的，没想到我比仙人球还硬。完事我找到了大貔貅张大夫，他问我是不是痔疮又掉出来了，我说不是，是屁股长刺儿了。张大夫先给我拿灯烤，又拿镊子拔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想过还能给刺猬动手术。完事我打车回家跪了一路，师傅都说我是他见过最有礼貌的乘客。当天在家闲着收拾东西，下楼寄快递，我又遇见了仙人掌大姐，她说她就在这附近开花店，看我没事吧，我说没事，就臀围大了3圈。我打小身材都没这么好过，大姐当时就被我的格局打动了，非要跑进店里给我拿一箱礼物。我说不用了，可是她，大姐又做出那个熟悉的捂嘴动作。我问她这不是仙人掌吧？她说不是。我说那就行。她说是栗子，带壳的那种。你这是，哎呀！是什么把职场社恐逼到厕所吃火锅？是因为我们老板到了相亲的年纪，一下班抹完发油，溜得比我们还快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最近应该是相中了，好几天都没来公司了。但我们白天敬业工作，晚上主动加班。可那碗夜宵刚吃一半，停电了，然后就听到了走廊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当时我们就像小时候在家看电视，听到了钥匙插门里的声音，那当场就炸锅了。摸着黑端着作案工具就开始东躲西藏的。我一眨眼，桌子上就剩个锅了。我端着那滚烫的锅，藏哪都有人。没办法，我就直奔女厕所去了，毕竟这才是最安全的地儿。嚯，这带相亲对象来的。我8分4亿，可以拿去冰镇买喝了无糖青吗？他单身还是有原因的。我的本事呢？这锅烫的我是实在端不住了。完事我刚要吐，结果就听见厕所门口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。我屏住了呼吸，毕竟在厕所吃火锅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可他居然悄悄墙问我借东西。你好，能借地址吗？我一紧张，捞了瓶白水给他递过去。我听着没动静了，我就冲了出去。这场面我是实在刹不住啊！我脚底一滑，溅上了一锅牛油汤底。如果可以选，我下辈子绝对做男人，因为我再也不想请客户吃饭的时候来大姨妈了。就山东这个职场宴请吧，他是得对号入座的。客户进门的时候我才知道，下。我坐主陪位上来了。当时的情况，我只能搬着凳子站起来，我小腹一用力，他就跟泄了洪似的。
主陪干到副陪，寻思没啥事儿了吧？后来的同事那个客气啊，来一个往前挤我一个，来一个往前挤我一个，直接给我跟客户旁边来了。早知道让我换啥位置啊！这办完每个座都让我沾染了。眼看同事们从刚开始的热情变得都不说话了，因为都忙着拿餐巾纸往屁股底下塞。客户觉得不对劲儿了，当场想起身带个酒。我带一个吧，啊，带一个。旁边同事突然问我带姨妈巾了吗？终于有伴儿了。他在从厕所一出来就急着往包间冲，我问他咋了，他说有问题，因为他姨妈根本没来，但裤子上有。到底是谁？看你们屁股底下！当时全屋人脸都红了，一个都没站起来。可这时候客户站起来了。我他说他这两天痔疮犯了，刚才好像疯了，领导。如果你的女同事这一天突然开始眉头紧锁、目不转睛、坐立不安了，除了大姨妈来了，那就是双11到了。我们左手老板键，右手滑鼠标，今天的底薪必须上缴。这么认真啊？老板看我这一桌子都傻眼了，他问我这是啥，我说这都是工作要用的。萝卜刀啊！我平时就爱薅人家9块9的羊毛，还没等我解释，老板又拿起了我的臭屁包。我说这是为加班准备的小零食，结果老板让我拿会议室去，我以为这下暴露了要挨批了，结果来，先试。我眼看到臭屁包被客户捏的都长包了，我刚想阻拦，结果那臭屁包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，老板一天都在办公室上蹿下跳的，连打火机都不敢打，还一点办公室的账。我想趁他生日快到了，跟同事们请教一下，买个礼物跟他道歉嘛。结果同事们先激闹了，送人就得大家电，天天用劲的好。送大牌，品质高有诚意。我再看看吧。不是你到底想买啥呀？我看着马屁他们先拍了，我就立刻下单了。等我捧着蛋糕拿着礼物去道歉的时候，老板还在办公室躺着打嗝呢。职场上的墨菲定律，它就离谱的出奇。今儿早上老板说有个脾气不好的客户要去对接，我心想不会是我吧？苏萌啊，哎，他还真是我。完事我下楼接客户坐电梯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你说这个电梯缝，它是不是能完美的掉进去个手机呀？我仅凭着老板对客户的描述，就找到了那个多金的暴脾气。催什么催？我这不来了吗？下去。你好，先生。客户问是我吗？我说是我。长得还行。然后这个低情商趁我倒杯水的功夫就睡在了会议室里。我左叫右喊，他就是不醒。然后我趴下一看，他口水滴在了我的鼻孔里。我只能一边享受着打工人最后的甜蜜，一边等他睡醒。可他闻到了巧克力豆和浓郁曲奇的香气，直接给我来了个荡然起立。这啥？不是，他说你找不到公司，你不是在乎。杨总，您才是我客户啊。不，我是发传单的。那你呢？我是来相亲的。我是冤种。我的亲生老板因为出个差要把我撕了。他问我出差带什么行李箱啊？我们女生出差东西多，带个行李箱怎么了？客户就离我们2公里。于是我在零下3度的天，为了面子把外套脱了。等我们起步架到地儿下车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感觉我屁股后面好像开空调了。我衣服！老板问我今年是不是本命年啊？我这看行李箱有个红绳，有个红绳。雨中冷吗？不冷。那客户可能真的觉得我们老板燥热，接着就要给他拿冰水啊！不，喝热的。本来就没吃早饭，我这职场压力一大，那冷汗直冒，要晕过去了。这个吗？他已经替我签了呀。啊？
如果有意外发生，请尽量发生在公司门里边，因为这不叫意外，这叫工伤。前两天客户来，赶上公司没水了，老板说他点了几瓶水，让我下楼拿。我直接一路踹到公司门口，我寻思到了公司也得扛起来装一下了吧，结果，我啥地？客户要来。于总好，刘总好。公司的白云山消炎震动膏，这下派上用场了。老板说公司有我，那就得常备着，大家有个跌打扭伤这些小意外都能用上。今天这活我是干不了了，那老板也让我抓紧手，我以为他良心发现了，结果他又点了一份。回去泡茶没喝两口，老板和客户那脸就跟猴屁股似的。我寻思这贴上膏药不是好多了吗？怎么还嘶哈嘶哈的？老板问我拿的什么水啊？我一看这山泉水也没毛病，牛栏山泉，没钱。啊！刘总给点水啊！我去！你们公司就这样是吧？那膏药还有，把他嘴封上。啥了呀？抢劫抢劫啊！多少钱啊？ 65多。